女孩长期遭到奶奶男友的性侵，绝望的她准备结束生命时，又遭遇了连环杀手的绑架。幸运的她存活了下来，并最终成为了一名警察。故事发生在1983年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，这里本是一个和平的地区，但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犯罪，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，新闻上一直充斥着不同受害者的报道，他们被捆绑、虐待，尸体被遗弃在偏僻的地方。受害者似乎每2周就会出现一个，整个社区都被恐惧所笼罩。丽莎是一名17岁的女孩，在甜甜圈店连续上了2个班后，正骑着自行车回家。她的生活一直都很艰难，她和奶奶以及奶奶的男友生活在一起。这个男人在过去的3年中不断性侵丽莎，丽莎感到生活毫无希望，开始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她甚至已经开始计划写遗书。然而就在她回家的路上发生了意外，而这个意外将改变她的一生。佛罗里达的夜晚比较潮湿，除了自行车胎碾压碎石的声音外，周围一片寂静。突然一股力量把她拽下了自行车，她尖叫着，声音划破了宁静的夜空。一把冰凉的武器逼近她的太阳穴，她不敢再发出声响。这不是丽莎第一次受到威胁，在过去3年里，她一直忍受奶奶男友的虐待。这个男人经常威胁她，用恐惧来控制她。 Yes, I was going to go home and kill myself, but now I'm in a position I felt like I was forced to fight for my life. I remember him putting a blindfold on my face. I was ordered to take all my clothes off. He ties me up, ligatures on my wrists, ankles. Throws me the car. 丽莎的生存本能被激发，她向袭击者保证自己会按他说的做。丽莎保持高度的警觉，观察车内的情况。她注意到仪表盘上有马格纳姆的标志，这是一个汽车品牌，也是关键的信息。她将这些细节暗暗记在心里，希望以后对警方的调查有所帮助。她充分意识到这些细节可能是她生存的唯一希望。丽莎曾看过很多犯罪节目，让她能够在危险面前也能保持冷静的思考。车子开始启动，绑匪坐在驾驶座上，他向丽莎保证，只要按他说的做，就不会杀她。接着他强迫丽莎做一些羞耻的事情。经历过3年的虐待，丽莎说服自己这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。她暗自发誓，如果能活下来，她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再伤害自己。车程再次开始，她能感觉到车辆向北行驶，风从车窗吹进的强度可以判断他们在高速公路上。他注意到车子有些颠簸，似乎需要更换机油。大约行驶了20分钟，车停在一片似乎有树林的地方，他可以听到树叶的声音。男人命令他穿上衣服，然后抓住他的胳膊开始走。他的手碰到了冰冷的门，标志着恐怖的经历即将来到下一个阶段。他们进入了一处建筑，丽莎拼命地记住里面所有的细节。男人叫丽莎左转，然后是一个急转弯。他猜想他们来到了一栋公寓。他的眼角瞥见男人左手握着一把黑色的左轮手枪，这说明绑匪是一个左撇子。进入房间后，丽莎又被命令脱下衣服，她无助地服从着，然后她被推进了浴室。男人摘下她的眼罩，但命令丽莎不准看他。丽莎设法看到男人的样子，并记住了他的棕色短发。男人给丽莎洗澡，这使她感到更加屈辱，但丽莎不敢反抗。洗完澡后，丽莎又被戴上眼罩。男人用医疗绷带将她的胳膊和腿紧紧绑住，粗糙的手把她扔到一张床上。在接下来的26个小时里，他以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怖手段对丽莎进行性虐待。 He raped me any way you can imagine. He raped me. Very painful. Very painful. I would just go far away. I would sometimes pretend I was in a field of flowers, a happy place. I would just disconnec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just become completely numb. Tired of living, just tired of being abused. 男人问丽莎的名字，她撒谎说自己叫卡罗尔。接着，男人让她描述高中同学的身材，包括上体育课的样子。她脑海里飞速编织着故事，尽量不激怒眼前的怪物。她奶奶的男友有着同样易怒的脾气，稍有冒犯就会遭到殴打。她采取了同样的生存策略，祈祷有机会逃脱。男人带着她来到另一个房间，丽莎听到男人正在准备三明治，有汽水罐拉盖声，还有电视的声音。
节目突然中断，插播了一条17岁少女失踪的信息。失踪女孩名叫丽莎，她知道电视台播报的正是自己。这时丽莎意识到自己真的被绑架了，她彻底崩溃了，并开始哭泣。绑匪迅速用枪抵住她的太阳穴，威胁她说如果再叫就要打死她。丽莎认为自己也许还有一线生机，她问男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男人冷漠地表示，因为最近一次糟糕的分手经历，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女性。丽莎意识到她可能不是第一个遭到绑架的人，她告诉男人自己愿意做他的女朋友。她还编造了一个关于她父亲的故事。她说父亲病得很重，并且是她独自在照顾。丽莎恳求男人说父亲需要她，她急切地表达着这些话，希望能让男人放过自己。被绑架的期间，丽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，在里面留下了很多的痕迹。他们手指触摸每一个表面，包括水池、镜子、门把手和马桶按钮。如果男人决定夺去她的生命，她希望警方知道她曾经去过那里。痛苦的26个小时过去了，男人给了丽莎一件其他女人的衬衣，并命令她穿上。他出乎意料地向丽莎道歉，让她转告父亲他没夺去她的生命。他问丽莎的住址，说要把她送回家。这个问题让丽莎非常担心，她确信男人是在计划结束她的生命。两人又重新回到了车里，丽莎仍然被蒙住眼睛，她能够看到男人穿着白色运动鞋、牛仔裤和白 T 恤。男人将车停在一个建筑物的后面，并向她道歉。他让丽莎下车，命令她5分钟后才能摘下眼罩。My mind's racing. Should I run? Should I walk? Is he watching me? Is he pointing the gun at me right now? Is he going to run me over by his car? 丽莎鼓起勇气摘下眼罩，当她睁开眼睛时，她发现自己站在一棵壮观的橡树面前。I took my blindfold off, and the first thing I saw was this beautiful oak tree. And I fell to my knees and I started crying. I knew right there and then my life was going to change forever. 她开始不顾一切地奔跑，渴望着赶快回家。现在已经是凌晨4点30分，每辆路过的车都有潜在的危险。终于，她跑回了奶奶家。这本该是一个温暖的地方，却给丽莎带来了更多的痛苦。奶奶的男友看到丽莎回来，非但没有安慰，反而指责她在说谎，对她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审问和殴打。奶奶和她的男友都不相信丽莎说的话，他们认为丽莎只是在编造一个被绑架的故事。丽莎的奶奶联系了警方，并冷漠地告诉警察不必担心失踪的女孩，她已经回来了，而且她编造了一个被绑架的谎言。尽管她的奶奶并不关心，幸运的是警方坚持要进行调查。来到警局，丽莎向一位女侦探详细描述了她的可怕经历。由于她表现得相当冷静，侦探怀疑她可能在撒谎。他们让丽莎一遍又一遍地复述着故事，但丽莎的讲述始终一致。感到沮丧的丽莎要求更换调查人员。第二天，她遇到了专门处理此类案件的拉里·平克顿警官。在丽莎又一次重复她的故事时，平克顿警官仔细地倾听，并相信她所说的一切。I took my wallet out of my jacket and showed her the picture of my daughter. And I told her, this is my daughter. She's your age. There's nothing I won't do to protect her. And I'm going to protect you. 几天后，当地的一条谋杀案新闻引起了丽莎的注意。她坚信凶手就是绑架她的人。她迅速联系了平克顿警官，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。丽莎再次向警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平克顿警官建议使用催眠来解开所有的潜藏记忆。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奶奶的男友拒绝了这个提议。这时丽莎决定不再受他的控制，揭露了多年来她所遭受的一切。奶奶的男友立刻被捕，丽莎终于摆脱了这个虐待自己多年的怪物。现在她要把另外一个伤害自己的人也送进监狱。He gave me a photo lineup, 6 pictures. I said, that's your guy. Just take your time. You gotta take your time. I'm telling you, that's your guy. 丽莎不仅准确地认出了嫌疑人，还详细地向警方描述了绑匪的车。根据他提供的信息，警方顺利追踪到嫌疑人的汽车。 Late this evening, investigating officers from the task force have arrested and charged Robert J. Long, also known as Bobby Joe Long, and we have charged him with 9 counts
of first-degree murder. 他叫鲍比·乔龙，在绑架丽莎之前，他已经夺去了8名女性的生命；在绑架丽莎之后，他又夺去了2名女性的生命。鲍比被捕后，供认了绑架和虐待丽莎的罪行。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那些谋杀案上，但鲍比不愿回答。他们向鲍比展示了受害者的照片，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。他表示自己需要律师，但警方没有提供。在没有律师的陪同下，他承认自己杀害了9名女性。尽管他亲口承认了罪行，但他的供词还是被撤销了，理由是他的供述是在侵犯他辩护权的情况下获得的。1985年9月24日，检察官办公室和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达成了一项认罪交易。鲍比对8起案件以及对丽莎的绑架和性侵认罪，他被判处26个不能假释的终身监禁，另外还有7个可能被假释的终身监禁，假释期为25年后。1986年的7月，州政府保留了一个案件的死刑选项。同月，鲍比被判有罪，并被判处死刑。他将在佛罗里达州的电椅上执行死刑，执行日期为2019年4月23日。经历了这些事后，丽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她报名了警察学院，并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。丽莎专攻性犯罪，利用自己的经历来帮助其他遇到相似情况的人，并鼓励他们积极地面对生活。时间来到2019年4月23日，佛罗里达州1月份刚上任的州长罗蒙·德桑提斯签署了自己上任以来的第1份死刑执行令。尽管鲍比随后提出上诉，但所有上诉都被驳回。他于2019年5月23日被执行死刑。丽莎不仅亲眼目睹了执行过程，还坐在第1排。她身穿一件写着"早就该执行"的衬衣。